剃刀党跟黑手党之间的战争以约翰·谢尔比的死正式打响。谢尔比家族重返伯明翰小西斯，汤米招揽了戈尔登父子担任刽子手，每个人头500磅的赏金，外加替邦尼完成拳王梦。如此一来，戈尔登父子算是加盟了剃刀党阵营。卢卡正式与汤米见了面，只为来一场光明正大的复仇。两人约法3章：不用警察，不伤平民，不伤孩子。而这属于谢尔比家族在阴处的较量。同时，明处的汤米还需要解决一个人杰西·伊顿。此女主张男女平心，待遇平等，但汤米名下的产业并没有这样做。杰西是共党成员，为达到平等目的，不惜以煽动罢工来威胁汤米。他身后的人有这个实力，可汤米表示兵来将挡，于是大量工人不管男女都开始了罢工。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为了生计，有的人挤破脑袋都想投靠剃刀党，人群中自然有共党煽风点火。不过亚瑟专治各种不服，嘴硬，骨头可不一定硬。上有剃刀党保护，下有伯明翰警署照顾，工人们的安全有了保障。今天是波利正式回归岗位的日子，作为剃刀党财务部主管，仪式方面汤米置办足了。麦克这边伤势好转，养母特来医院看望他，养育之恩的温暖永远冻结不了。但曾经一别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他嘴上说着欢迎麦克随时回家，但两人心里都清楚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呢。短暂的叙旧后，养母离开了。之后麦克便跟汤米静等波利等人到来。波利对绞刑的事耿耿于怀，跟汤米的关系肯定还是有隔阂的。这次见面有几件事，其一便是波利的复职待遇要比以往更优越，其二，麦克现在优先养伤，手上的工作暂时交给艾达。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，如何应对黑手党的报复，这需要亚瑟到场参与。亚瑟这会儿正忙着锻炼身体，众人等了1个小时也没见他来。这件事汤米只能越过他了。卢卡是上格莱特家族长子，不过后来移民了美国。6年前，他曾来伯明翰参加了一个表亲的婚礼。剃刀党托关系拿来了摄影师的底片，得到了卢卡正面照片，把他的样貌发出去，重金悬赏线索。另外，还要让戈尔登父子找机会刺杀他。杀人的事儿绝对不能让亚瑟去做了。汤米做出这个决定，并没有问过大哥的意见。当然，亚瑟他也没到场，大家投票一致同意。工厂这边有几个共党闹事，亚瑟拿着锤子本想吓走他们，可非得有个懂事的孩子要搞一下，被打得哭爹喊娘，抱头鼠窜。2个黑手党刺客突然从后门走了进来，冲着亚瑟连开数枪，蛇皮走位躲开追击，颈部绕后完成反杀。想起约翰的死，亚瑟将其中一个人按在油漆里活活憋死，完事后搬进熔炉双双火化。2个杀手一直没有回来，卢卡自然猜出他们失败了，得安置一下后事，顺便吐槽了另外2个手下的衣品。那人只能解释说英国的食品太恶心，导致衣服不合身，这让卢卡暴怒，我他喵的让你来杀人的，我让你来探店来了。其中一个人连忙打圆场，他找到了另一个办法接近亚瑟。曾一次失手，亚瑟打死了个男孩，那个男孩的妈妈一直没有办法申冤。卢卡一听就点了头，这人能利用啊。刚刚洗干净的亚瑟就被汤米一通指责，说他不按时参加家庭会议。亚瑟把刚刚的事儿轻描淡写说了一遍，还不忘讽刺下戈尔登父子，这意思很明显，我亚瑟才是大杀神。同时还告诉汤米，卢卡他杀定了，你们那所谓的投票我本人不同意，他必须替约翰报仇。亚瑟还让汤米去查查内鬼，工厂的后门并不是谁都能走的。回了家的亚瑟烂如一滩泥，琳达不停地安慰着他，希望亚瑟能把那枚刻着卢卡名字的子弹打进墙里，让其他人去做这件事吧。可亚瑟绝不妥协，约翰的仇他必报。汤米很快就抓住了给意大利人开后门的内奸，正是汤米在工厂的秘书。逮住他的时候，正要坐火车离开。对付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，汤米直接念出了他妻儿老小的住址：想硬气就别有软肋。秘书这才破防，他就因为惧怕汤米，每天不知道要受多少的罪。现在伯明翰闹起了罢工，他只想离开，但他发誓自己没开过门。秘书认为是他们指使了共党的人干的。清楚了这些，汤米要求他再待些日子，家人剃刀党会照顾。共党罢工归根结底还是杰西。汤米找让他询问共党里有没有出现过意大利人，突然上门要求自己回答问题，杰西自然不会开口。汤米也早就想好说辞了，他怀疑有海外来者挑拨离间，这趟来是为了国家安全。说完就拿出了国王颁发的证明，他汤米现在可是个临时警长啊。回答问题前，杰西说了说汤米的过往，他调查过，参战前的汤米单纯可爱，是个阳光的大男孩。汤米的初恋逝世，他曾守护了3个月。
汤米不甘示弱，也说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。杰西的丈夫也参过战，回来时患上了炮弹休克症。这种无聊的调查游戏，汤米点到为止。他的目的是查清谁在帮意大利人。可惜杰西表示并不知情，汤米最终也只能无功而返。大哥亚瑟这边是彻夜未眠的，一大清早就喘着粗气，逼着自己在后院开出了那一枪。这动静着实给哥几个吓一跳啊！汤米飞快跑到大哥身边，来龙去脉一听就放心了。如果大哥能主动放弃那更好，这嫂子可算是干了回人事儿。琳达的改变不止于此，曾满嘴上帝的她也败给了现实，来到毒坊和众女搞起了同流合污。波利忍不住吐槽了琳达一句：“上帝允许你这么做了吗？”约翰走后，小弟菲恩也得到了重视。汤米和亚瑟有意培养他结尾，今天第一站就是当一天毒坊的老板。几女都能闻出他乳臭未干的气味，一致决定要给他找个妹子，让菲恩当一回男人。丽兹把这事告诉了汤米，汤米纳闷啊，琳达都不阻止了吗？这才知道大嫂已经遁入黑暗，现在张嘴闭嘴都是 fucking 啊。汤米无语，既然要给菲恩找，那就找好的。说完就拉着丽兹到了一个桥洞待着，这是汤米以前等初恋的地方，两人在这活塞了一顿。汤米要为贫困儿童建立学校，楼房已经选好了，这个慈善项目将由丽兹全权负责。直到傍晚菲恩才回来，他说自己不想花钱了，要找个真爱。听闻老弟在完活时还为对方的辛苦道了歉，汤米语重心长地叫他坐下。每个人都很辛苦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要道歉。现在家里需要菲恩顶替约翰的位置，自然希望他能活得更希尔比一点。这天波利收到一封信，顺着地址来到一个宴会，没一会儿卢卡就坐在了他身边，两人想谈个合作，只要卢卡不去动麦克、亚瑟和菲恩，波利就愿意暗中提供汤米的情报，用他一条人命换其他3人。卢卡很多关于谢尔比家族的消息都是来自于他的母亲奥德利，曾在伯明翰当过老师，跟谢尔比家的人比较熟悉。奥德利就告诉过儿子，波利是个记仇的人，反叛他帮自己对抗汤米太轻松了。卢卡双管齐下，还让那个男孩的母亲去找了汤米，意思是想让亚瑟来参加儿子的追悼会，以此放下恩怨。说的挺冠冕堂皇，但忽悠不了汤米。谁动了坏心肠，汤米清清楚楚啊。他招呼一帮兄弟暗中保护亚瑟，卢卡来了个请君入瓮，那他汤米就要奉陪到底。亚瑟这边准时赴约，这女人的心虚太明显了。所有人都等汤米一声令下，很快几个黑衣人就出现在了街上。心知肚明的亚瑟直接问对方叫自己想来做什么，女人浑身发抖说不出话。结果没一会儿，几个黑衣人又退了出去。汤米见状直接下令开火，并且意识到这是个圈套。愤怒的亚瑟就要击毙这个女人，也庆幸他信了上帝，否则这一枪送这个女人见上帝啊。卢卡真正的目标其实是麦克，保护麦克的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中，一枪就抵在他的头上。卢卡扣动了扳机，但什么也没发生，这可给麦克吓个半死。他这一记光走鬼门关去了。卢卡离开前让他转告波利合作生效。汤米几人快速赶回医院，见麦克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。为了给波利找说辞，麦克谎称对方听到你们的动静吓跑了，但他骗不了汤米。汤米马上打去了电话，让戈尔登父子在南边伏击卢卡。这时麦克才见到母亲，得知了他跟卢卡的交易，虽然心里很复杂，但还是决定为母亲保密。被路障堵住的意大利人感觉情况不对，下车查看了一番就要撤退可司机一动不动。再仔细一看，司机已经被割了喉。随之来的枪声又让一名黑手党成员暴毙，卢卡只能亲自开车逃跑。戈尔登见桥上还有警察，顺手来了一枪，这一波叫吸血。事后汤米按一个人头500磅结了账，他解释自己为何击中警察，这样一来警方就会关注意大利人，对方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在伯明翰行动。这天梅来见了汤米，为的还是驯马这点事儿。丽兹这一瞅心里肯定不服气勾起了他女人争抢男人的心。办公室里梅和汤米还没聊几句呢，丽兹就闯了进来递合同，讽刺梅就是花瓶汤米见到美丽的事物就失去抵抗力，梅懒得去打嘴炮，直接掏出了一张支票签了名，数额随便写，当时捐给基金会的善款。签完甩给丽兹，让他去银行兑现。丽兹也只能灰溜溜离开。谁让梅是个名媛呢？他走后，汤米希望梅留下来过夜，因为共党煽动罢工，回去的列车已经停了，还约定下午带他去看样东西。出门前汤米数落了丽兹几句。波利接了通电话，对方自然是卢卡，今天饶了麦克一命，已经很有诚意了。他要求波利尽快弄到汤米的行程，否则下一次枪里就会有子弹。波利直奔汤米的办公室，丽兹却告诉他汤米出去 fucking 了，说着还拿出了支票。丽兹已经填了1万英镑的数额，他希望波利给自己占卜一下。
波利答应了，但要求他腾出汤米在礼拜5的行程。最后占卜的答案就是丽兹怀孕了。汤米这边出来自然是要解决戈尔登父子的事，他已经答应了让邦尼成为职业拳手。在剃刀党的威风之下，邦尼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职业证书。汤米会尽快为他安排下一场比赛，对手是来自卡姆登镇的歌利亚。解决完这事儿，汤米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工厂。秘书说，现在共党分子越来越嚣张，罢工和暴乱带来了伤亡，他们可能要武装发起革命了。得知此事的汤米直接给艾达打去了电话，让他帮个小忙。等着汤米也没事干，没想去四周溜溜弯，但查理制止了他。现在跟黑手党正处于水深火热，出去太危险了，还建议梅赶紧离开。他等的那个男人根本不存在。到了下午，汤米闲了下来，拉着梅去了自己的酒库。现在金酒在美国那边卖得很好，汤米自然也要搞一下。他们自己酿的金酒还在调味阶段，需要梅这个富婆给点意见。一旦确认味道，马上批量生产。梅的建议是减少甜度，他更在意汤米这个人。当年两人一分开，关系就越来越疏远。梅需要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人，可汤米的目标是星辰大海。事已至此，汤米只能送他离开。什么列车停运，那不过是汤米想让他跟自己睡觉的借口。最终梅还是离开了。正如查理所说，梅等的那个男人根本不存在。既然已经决定好好培养菲恩，亚瑟自然先给老弟置办了一个房子，以后直接把女朋友带来这儿就行。亚瑟同样语重心长地告诉兄弟，他们不能决定别人的生死，但如果有人踩到你的头上，就只管扣动扳机。汤米安排艾达的任务自然跟杰西无关。他在刚刚搞完煽动言论之后，艾达就邀请他去喝一杯，杰西却说这附近的酒吧不让女人喝酒。艾达只是微微一笑，自报家门。来到酒吧，老板刚想赶人，看到艾达后马上就客气了，他特来替哥哥传个话，剃刀党愿意旗下所有工厂改为男女平薪，但需要杰西亲自过来谈。杰西不甘示弱，表示等他们共党当权，那工厂不一样能改成男女平薪。艾达只是一笑，他对共党再了解不过，整天抱着白日梦，留下跟汤米见面的地址后就离开了。这天，我们的语言艺术大师阿尔菲来到了小西斯，邦尼的下一个对手就是阿尔菲的人，皮肤可见身体状况。阿尔菲疯狂鸣笛，可算是把汤米也吵来了。约定比赛前，汤米想让阿尔菲尝尝金酒的味道，他喝都没喝，放在手上一闻，直言说太淡了，美国人喜欢甜的。阿尔菲还提醒汤米，黑手党在伦敦占领了萨比尼的势力，你们的情况不容乐观啊。目前在伯明翰虎视眈眈的黑手党还有11个，杀死一个帮派老大绰绰有余。汤米也奉劝了阿尔菲一句，哪一天黑手党把我除掉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戈尔登父子来后，整个画面都 fucking 了。 Who the fuck are you? Who the fuck am I? Who the fuck is this? 几个人3句话里俩 fucking。 总而言之，双方的拳赛是定了下来了，双方各有捞的，不然阿尔菲也绝不会大老远亲自过来。终于到了礼拜5，这是波利刻意准备的行程，他借口让汤米去基金会颁奖。出发前，汤米刻意见了麦克一面，但麦克没有透露今天的危险，他还是选择了波利。汤米也没有多说，转身离开。他前脚开车刚走，5个提着汤姆森冲锋枪的人就跟了过去。这一切波利都看在眼里，但他却格外冷静，因为他不会背叛汤米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